哇，这很贵吧？这个这什么礼物？很贵吧？这个破费了，破费了。哦、baby， 抓住我。还有工作吗？这话说的，怎么没工作呢？工作已经排到2035年了。对啊，每年都有很多工作。很多工作的，我天哪，真的。什么工作要保密啊？这不能说的，要不然我们违约了。有保密，有保密条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大排档，我们上人吧，宝宝们。从你那边打吧，这光一直晃我眼镜上。可以。小手摘上。没去过东北，最近都。这周没营业，对呀、准备憋大的呢。什么叫憋大的呀，宝贝？不知道，拉泡大的。我们家是不是都没防晒？好像没有，没人涂那玩意儿，但是得涂。我操！我们得背着。你说这个提醒我了，得涂点防晒，得背着，不然两个回来变成大黑鬼。不是啊，现在就是很热的呀，夏天来了呀，紫外线很强啊。对呀、我们要抗衰啊，不然会长皱纹啊。不然会长皱纹啊。好烈啊，这个。好烈的苏打汽水，给我来一杯。喝呀。它这个没有那个好喝，苏打水都一个味儿吗？它没有那个河马的好喝。他们一直说50问，50问怎么玩的呀？50问怎么玩啊？我们上周赢，我们上周说要学习这个游戏，对不起，这周太忙了，把这事给忘了。对，因为排满了工作。你现在学一下吧。好的，我现在能搜吗？万一搜到不好的东西怎么办？不好我们就不玩嘛。好，我们试试。你拿你的看吧，我这个没有登录账号。超话有，超话里有。超话里搜一下。我现在就是 Hip Hop Man。哦，找到了，这已经是2016年
2月21号发的了。妈呀，你自己播得了，你把我，你往那边走了，你往那边点。这戴墨镜干啥呀？这很有 vibe。你拉倒吧！我看看有没有不方便说的。没有，都是很正能量的问题。来吧，好，可以了，准备好了。换个 BGM。大家期待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是 Ready Go， 3、2、1。放点柔情歌行吗？好，来，50问正式开始啊！第一个问题，靠近的时候会偷偷闻对方身上的味道吗？偷？怎么个偷啊？我都这样闻的。干什么啊？人家是正经问题，你是正经人吗？我们不偷，我们是明目张胆的闻。他身上的香水就那么一款，就白麝香。他用白麝香的香水，我用白麝香的喷雾，我们的味道是一样的。是的，不需要偷，光明正大。他说你不是苦桃吗？但我们其实喷雾是白麝香。OK， 来第二个，有没有某一刻心跳因为对方漏了一拍？有。刚刚吻你的时候，你刚吻我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吗？不对，你刚吻我的时候是我心里漏了一拍，我有点害羞，惊慌失措。好，除了今天之外，之前的呢？之前，你说像今天工作的时候，看到你那个帅气造型的时候，看到你那一眼的时候，我也心跳漏了一拍。我说哇，好看那种感觉。你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OK， 好，第三个，嗯，互相评价一下对方今天的造型吧。可以，这个很帅啊，先评价我吧。就很帅啊，像个盲人一样，很好看，大晚上戴墨镜，很嘻哈，很 rapper。我呢？很人夫，然后，很迷人。然后呢？我今天不是人夫造型了，我今天是，我已经贴得这么近了，还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可以说的了。很难搭呀，我感觉。身体的本能比有些言语更有说服力。So 像李川，我可没让你们评价。第四个问题，偷说对方有没有在私下撩过？你不需要私下，他明着撩啊。林峰松撩过我吗？私下里，哇，最近是没有的。最近我们发展的很和谐，不需要这些调味剂，不需要私下撩。演一个吧，他们说演一个，来演一个，怎么撩我？好，比如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第一次见面我会很绅士啊，我不会撩啊，浅撩的那种。浅撩？哇，你今天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就我们就都有点距离。第一次见面，我想想怎么撩。第一次见面，喜欢你不喜欢你？撩嘛，肯定是喜欢才撩，不喜欢怎么会撩呢？丧失本能了。不是，我在想怎么撩啊？哎，帅哥，你好，你有一张卡掉了，
是你的饭卡吗？哎，不是，这是给你花的银行卡。怎么样？这什么的？来，我来姐第一次我来聊一下啊。来，同学，你这里什么鼻毛吗？你这里好像有东西，什么东西？在这里。我靠，你这他妈是这不是撩，你这是侵犯，你这耍流氓啊！你这是。就是这样的，同学，你这好像同学你这样好像东西，我忘你，或者好正常一点。哎，同学，你这好像有东西，这是凑近点哦。这是我的斑。哦，没事。你有事儿吗你？你这么一上来就开始指我脸上不足的地方，你有事儿吗？你这个人。好，来下一个。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聊到。下一个什么？太会了，一看这人就太会了。我就想，就我很纯情，就太会了，像老油条一样的，哼。第5个问题，最想和对方一起做什么事情？你先说。做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事情了，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以后的余生的每一秒钟都可以在一起吧。假大空。那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呀。那你说？最近的话，应该比较想和林峰松一起去蹦极。蹦极？Oh my god， 我不敢啊，我比较喜欢这个。最近的话，可以，因为我恐高，林峰松不恐高啊。谁不恐高啊？上次坐摩天轮你没感觉呀？你的摩天轮那正常人都能接受，那蹦极那是一个性质吗？重力加速度都不一样，可以尝试一下。高度近视不可以蹦迪。You raise me up。第6个问题，出于什么契机觉得非要和我在一起不可？我比较肤浅。我的脸好看，还要给我花钱。太肤浅了，这个人。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坚信一个道理：首先，我们不能当赔钱货。一个人呢，要么好看，忘去其他，让你忘却其他的烦恼；要么呢，给你花钱，你就相当于找一个长期的班上。好了，现在呢就是1+1大于2。这是我的理由。有道理。第7个问题，住在一起后有了什么习惯？有什么？住在一起有什么习惯？住在一起之后，两个人有什么习惯？我的话肯定是我跟林峰松的话是晚上之后，因为我比林峰松会熬夜。林峰松他的生物钟有时候是可能12点，有时候可能晚一点会1点2点，但正常情况下是12点多。但那个时候我还很亢奋，所以一般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之前一个人是就是开电视开得很大声音，然后点外卖干嘛的。但和他在一起之后，就是晚上会声音调小，蹑手蹑脚，因为林峰松睡眠很轻啊。这是我的，你的呢？我和住在有什么习惯呢？多了的习惯。多了的习惯。多了些什么习惯呢？其实我现在睡觉没有那么的轻了。你的意思是我打鼾？不是你打鼾，就是已经习惯这种声音在身边了，你知道吧？还有你能吃辣了，宝贝。对，比以前能稍微吃点辣了，这个挺好的。下一个，如何形容和你在一起的我？这两个一块回答吧。如何形容和你在一起的我？跟第9个问题，如何形容和我在一起的你？如何形容和你在一起？你先说吧。如何形容和你在一起的我？就像是，哎，这不是说的一个人吗？不是呀。我们都得回答，你说吧。如何形容和你在一起的我？和你在一起的我就像是风筝有了一根线，
他能够稳稳落地，也有了方向。好会说。然后如何形容和我在一起？如何形容和我在一起的你？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就是往前开的列车上突然会出现红绿灯吧，可能会急刹车，但是也可能会一路畅行，有了方向，有了控制。哇塞，这太会说了。那如果形容和你在一起的我，你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在天上挂着，然后照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最照耀着我。我本来就是黑夜中的一位王子，永远看不到光明，但直到你的出现，让我觉得世界有了新的色彩。你就是我生命里的指路明灯。如果形容和我在一起的你，你现在已经从小太阳变成大太阳了呀，大太阳 plus 了呀，你的能量越来越足了呀，比以前更足了呀，越来越好了。可以。可以吧？会意外于在一起这么久了吗？很意外啊，朋友们，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特别是像我，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是从大山里爬出来的小孩，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很自卑，然后对一切新鲜事物呢都觉得很有点畏手畏脚的，但是看到林峰松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小孩很帅，然后没有想到关系能处得这么好，也能够一起走得这么久。其实我不意外。为什么？因为他不如他正在掉入我步入的每一步棋当中。我是运筹帷幄，势在必得，所以我不会感到意外。你赢了，不行，你别让我在边上，我脸老是这个美颜老掉。你赢了。来，下一个。对方可能存在的情敌的看法，没听懂。对于可能存在的情敌的看法对于可能存在情敌的方法看法，就是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在我身边，然后你把他视为情敌的，你会对这情敌会有什么看法？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呢？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作为一个男生，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底蕴了。30岁，一般怎么说？王老五，很有自己的底蕴，有自己的魅力，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很好看，自信呗。是的，无所畏惧。你呢？我根本就看不上眼，你知道吗？这个情敌什么的，我根本就看不入进我的脸。他是什么歪瓜裂枣呀？如果长得比你帅呢？还能让我视他为情敌？那他得是惊为天人的那种存在。但是不好意思，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行。认为在生活当中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哪方面呢？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阻碍是哪方面？有人说我们俩年纪大是最大的阻碍。哦，没工作。对啊，1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你要是阻碍，那就是你手里的筹码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阻碍。目前的生活，可能就是因为对未来也很确定、肯定，想要的都很安稳，
最大的阻碍。有的时候确实过于安稳，反倒是一种焦虑。对，可能就是这样吧，可能会很安稳，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阻碍。想往上走，或者说想更什么之类的，但我们都会继续积极探索的。是的，好，下一个，用几个词形容你对我的感情吧。我对你的感情，水，确切的说，第一个是饮用水，第二个呢，安全垫，这2个词吧。翅膀吧。够了，这词一个字够了，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OK， 下一个问题，觉得我和你相处的时候怎么样？觉得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感觉你跟我相处的时候状态怎么样吗？还是什么意思？觉得我和你相处的时候怎么样？跟我一起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林峰松很惬意吧。我跟你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林峰松他其实是个大 I 人，他很 I 的。你们不管有时候在公共场合或者私底下碰到林峰松，其实他很多时候他不是说他甩脸，他特别 I， 他不知道什么，比如说有些妹妹可能会叫一些很亲昵的称呼，林峰松他可能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他没有甩脸，他只是比较矮。但是这样矮的人跟我在一起就很异啊。包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出去吃饭应酬的时候，一般都是一个桌子里10几20个人。林峰松就像不说，林峰松就像在那萎缩着，就在那里吃菜，喝点水，不说话的。他非常非常的矮，但跟我在一起就很异。是的，比较喜欢做自己。我就觉得他也很好呀，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很舒服的做自己的那种感觉呀，两人在一起，就是自然，就是舒服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舒服，不求什么多轰轰烈烈啊，或者是每天都很多那种不，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两人在一起舒服。舒服很重要哦，舒服很重要。是的。第15个问题，最享受的时候。舒服是无罪的呀，舒服是无罪的，就要舒舒服服过一辈子，每天把自己搞那么累干嘛呀？那么焦虑干嘛？有什么意义呀？最享受的时候，行了，他不说话已经有答案了，大家心里也自己有答案了，这个靠自己去脑补吧，好吧？最难忘的时候，跟最享受的，我觉得是个列为同一个问题，列为同一个问题，好吧？这俩就不回答了。第17个问题，如何形容我们的相处模式？这刚刚回答过了，差不多，刚刚已经跟第14个差不多，这个也跳过了。依赖程度感想如何？被依赖程度感想如何？依赖程度感想如何？我这个不懂，其实依赖程度感想如何？被依赖程度感想如何？我也没有很听明白这2个问题。我觉得互相依赖吧，互相寄生，互相依赖，互相衬托，互相成就吧。应该是我依赖你的程度和你依赖我的程度吧，应该这种。对，我觉得咱俩就是这种互相的关系。我很依赖啊，我现在就是因为林峰松最近不看球，但我看球，然后我看了球，我连输赢都会跟他讲啊，然后包括虽然大家知道，其实我现在力量也还行，但是有很多事情我都不会做，我都会下意识让林峰松做，因为我觉得毕竟家里有一个人，
能闲着可以闲着，啊，这是我的想法。下一个，对我也说了，我刚说了啊，如何形容我们的不是对当下满足嘛？对当下的我们是挺满足的，但是对当下的环境，就像刚刚我们回答过了，有点太，怎么说呢？满足，我觉得满足这个词儿呢，我觉得有钱的人会满足，不一定会满足，你有家的人也不一定会满足，你有各种东西都不一定会满足，但是唯独有一种人，他有的满足，就是知足的人，他会满足。所以我觉得我们俩都挺知足的人。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弊端，但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会积极探索的。对当下其实不是很满足，但是我们想要更多。想想快递吧，啊，恋人。下一个呢？自认为爱的浓度有多少？什么意思？对方的爱还是什么爱？我对你的浓度就是生命之水的酒精度。那还缺了1%在哪里1%，在往后的余生里，还缺99%。对啊，多一个话给你教啊。我对林柏松的满意程度是1%吧，1%。你就是我差那1%呗？不是，你差那99%。什么？我差那99%？这不说自认为爱的浓度吗？我对你的爱只有1%。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想知道。你快问！我不问。你问！我你快问！你快问！不行，这样他们 diss 你，不行，你就要问。不行，你就要问。好，你问。好，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呢？你不用问了，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林柏松不让我当左卫。拉倒吧你！他说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因为你不让我当左卫。啊，行，你天蝎座，我天蝎座呀。我想当左卫。那你就1%吧。下一个问题，最喜欢什么时候的我？太多了，不想说。我最喜欢每时每刻的你，好，每时每刻我都喜欢。假大空，那本来就是啊。但我的比较多，我想一想，就比如说刚刚，他说你给钱的时候，我给钱的时候，就比如说刚刚我搭在他的肩上，他不会拒绝我，他会觉得很舒服，我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比如说给我买单的时候，就比如说叫我起床的时候，就比如说叫我睡觉的时候，就比如说叫我不要抖腿的时候，很多很多。可以。像这种问题吧，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这种问题应该给一些新朋友们来问一问。是的。下一个问题，最希望我对你做什么？在哪儿啊？这个23。最希望我对对。最希望我对你。最希望我对你做什么？最希望我对你做什么？我也没听懂啊。就是你现在，比如现在你最希望我对你做什么？而你对我做什么是我希望的。你先回答。当右卫。
神经病啊！没完，这坎过这问题过不去了是吧？那我最喜欢就是永远当我的右卫，耶！下一个会吃醋吗？因此而提防的对象是？不会。刚刚这个跟上面问题有点重了呀。下一个，希望我吃醋吗？因为谁或者什么事情？现在不希望。现在不希望。你要是刚认识那些，会希望。对，可能会通过这个来证明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爱着我们。现在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一点不希望。提防。刚是谁念的这个问题？哪个问题哪儿了？提防。没有啊，24，刚刚谁念的？没听懂。我，他上面就他这个粉丝朋友，他又打的是提防，他没有打那个第一，他打错了，对吧？这是多音字啊？是吗？低和提是一个字。我靠，你更暴露了。不是，我开玩笑的，逗得大家笑一笑。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这是多音字吧？我倒是。是的呀，我知道的呀，我开玩笑的，我想甩锅呢，刚刚不是我开玩笑的，开玩笑，我知道的。那下一个问题来，喜欢我怎么叫你？哎呀，没回答呢，希望我吃醋吗？因为谁或者什么事儿？这不是说了，我跟上这个一个问题啊，这就没什么这个。喜欢我怎么叫你？不好回答在这里。这个不好回答，大家自己脑补啊。下一个问题。希望我怎么叫你？认识中的改变。哇，太多了，林峰松，认识中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林峰松酒量变差了。第二个，体力下降了。以前能陪我熬夜，现在就根本不可能陪我熬夜，到点就会睡觉。以前我们还可能会一起熬到2、3点，现在不可能熬夜。第三个，更仗义了，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知识从我脑子里跑出去。第三个就有脑雾了，我不知道有时候叫我叫林峰松。林峰松会反应，过一会儿才会答应我，以及就是他会记账了。你现在从来不会记账，这个林峰松会记账。记什么账？就是花2块钱，林峰松会记一下。这是个好习惯，这是个好习惯，因为我不记账。因为林峰松有时候还会自己念叨，就是其实我这个问题一直没问过他，因为有时候林峰松会自己念叨，他会突然之间，我在比如说刷手机，他会突然他念叨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在念叨什么，我自己以为他的念叨是就是控制让自己专心吗？不是的，你在念叨什么呢？我这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你以为我像个精神病似的在自言自语，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学习法。就是你要自己，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换一种角度去想这个东西，你自己问自己，如果这个事情。如果是你怎么解决？如果是别人怎么解决？就你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这个是叫什么学习法？大家叫什么学习？大家有知道的吗？有比较有学问的吗？不是，不是老年痴呆，不是老年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就是自我学习法，不是人格分裂。你们这门文化，哎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专家，国外的一个心理学专家的对，费曼教学法，你可以搜费曼教学法。OK， 好，那你觉得我的呢？我的改变你的改变，我靠，这更好喝，这什么好胖感觉啊？不胖，牛奶，不是奶茶，脂肪只有2.8克，像没有一样，最高的脂肪只有2.8克。你尝一口，我靠，真好喝！我什么怪味？好喝。怎么？我靠，你真的没品！甜不甜，咸不咸的？干酪普洱牛乳茶，可以好。
他的改变就是逆生长，我的妈呀！真的，我这2天还在看他10年前那个照片，我的妈，有差别吗？差别太大了，真的，逆生长，会保养。下一个问题吧。保养有术，你们学不来。人生中的烦恼，没什么烦恼。下一个，在写的幸福瞬间，每时每刻。下一个，你觉得这时间自己什么样的？什么非常温馨，非常好啊，非常善解人意，非常包容。下一个，你觉得自己你会感受到害羞吗？不会。下一个，我会感到害羞，我会感到害羞。开玩笑的，我会感到害羞。比如说林峰盯着我的盯久了，我就会害羞。从刚刚那开始，认识中的烦恼，认识中的烦恼，我们两个认识当中的烦恼吗？认识中的烦恼，恨自己不是亿万富翁，恨自己不能让他每天从5万平的大床上起来，恨接不到雅朵星球的广告，让他睡到雅朵星球的床单被子。可是我觉得5平方的也很舒服啊，小小的很有安全感。恨自己，恨让他想换新手机的时候还要把旧的放转上卖。我觉得，那我说说我的吧。对，我就是常亏欠，爱就是常亏欠。我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再问一下这个什么问题？认识中的烦恼，我认真想一想。认识当中的烦恼，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明面上还是私底下，我觉得还是会或多或少有很多没有广告阻碍吧。我觉得是这些阻碍。可以。在一起时的幸福瞬间。就是现在呀，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坐在这里喝奶茶，喝小苏打水，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就很开心呀。对啊，我们毕竟现在有1421个人在看我们直播。什么是1433万人看咱们直播？是的。OK， 下一个，你觉得在认识这10年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什么问题啊？因为人都在改变呀，这跟前面其实好几个问题都重复了。你觉得在认识这10年中的自己是什么样？无时无刻都在改变，我们没有人不会都在改变，跟刚刚问题是差不多的。下一个，你觉得自己在这10年当中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时候？我说，我觉得是现在。因为以前太小了，我们2个什么都不懂。我觉得自己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刚出道那几年，我觉得，我现在回看我那个照片，我觉得自己真帅啊！但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拍戏的时候冷，林峰松就会把他的大羽绒服敞开让我裹进去。是的，现在林峰松会把遥控器给我，让我把空调打开。是的，哇，好会说啊这个。然后说我自己的改变啊，我觉得自己那时候很比现在好看，我怎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瘦，我现在再也瘦不到那个体重了，我那时候才120斤，我现在我靠再瘦也瘦不到130。你那时候绝对没120斤，我真120斤，你绝对没120斤，我真120斤，我靠，你真会骗大家，你别做这种人设了，你那时候哪120斤？我就是120斤，你那个时候婴儿肥成那样，你还120斤？我那时候我的脸很瘦的，而且那时候我是有点单眼皮，就现在眼睛很双，但是我以前的单眼皮好好看，我感觉自己，就特别像那个韩国那个苏志什么那个字儿。你别倒贴别人了，别干什么老倒贴别人。不是我就是。不一样的，人家有186还188啊。我差2厘米，我180那差不多呀，你差2厘米，45度差不多，你差2厘米，45度都1.9米。好，我总结一下，你觉得以前更好看？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你现在更好看，觉得以前那种气质是干净的气质，现在被这个社会弄得气质不干净了。以前那是很干净，现在，对的。下一个问题吧。
你会感到害羞的时候，我会感到害羞的时候。怎么问过的？怎么问过了？跟前面那个问题是一样的。这姐们不会是喝8+1的时候写的吧？有遗憾吗？有遗憾吗？有的话当然有遗憾了。人生谁没有遗憾？有遗憾的。是遗憾吗？我的是什么？太多了遗憾，太多了遗憾。人生没有遗憾，那还叫人生吗？如果跟林峰松这10年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是，好像没有什么遗憾。人生有遗憾，人生就是有遗憾，但是没有说有值得被拿出来跟大家讲的这个程度。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直在遗憾，然后遗憾过后的幸福，然后再次因为别的事情遗憾，然后再次幸福。违规，好像是，就是遗憾，然后再幸福，幸福完再遗憾，就是这样的过程，都有遗憾，每个阶段的遗憾不一样。但没有什么值得被拿出来大家讲的程度。在这10年中，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我太多了，我也很多啊，特别多。我是个缺点比优点多的人。还好吧，没有那么也别那么妄自菲薄。不是，你这个词用的不对吧？妄自菲薄不是妄自菲薄，不是夸自己夸太多了吗？叫妄自菲薄。也别这么看不起自己。不是看不起，我要谦虚。什么叫看不起呀？妄自菲薄就是这么用的吧？是吗？对的呀！我靠，我以为真以为我考考你罢了，我考考你，开玩笑的。对，好，我不想玩这个问，不要玩这50问。哦，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不要玩这50问，真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显得很没，不是我开玩笑的，知道吧？不要觉得我很没文化，是刚刚我说话出口成章，多有文化，多浪漫的呀！说明我是非常有内涵的人。大家不要拘于小节，很有文化。这词儿用对了吧？用对了，就不要看这些细节，好吧？我靠，你会用成语？拘于小节用对了，谢谢。语文至少是满分的。好的，还有什么？刚问的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在这10年当中，你有什么？这个就过了，刚刚都回答了。在这认识这么多年中，你最满意我哪一点？哇，最满意我哪一点？你回答呀。满意你的哪一点？满意？你什么意思？想这么久就不满意？满意点太多了。好，没事没事，我说一个。最满意的那一点，你哪点满意哪点？满意跟你出去就很有面儿啊。是这个吗？我看到了，行，看到了，行，也算是一点吧。很多了。我看下一个。好，那我也满意你那一点，好吧？可以认证。在10年当中，你最满意自己哪一点？这不一个问题吗？满意自己。满意自己当初的选择，选对了。这不是一样的吗？我刚刚已经回答过了。好。最喜欢的阶段。哎呀，好难回答。以前也很舒服啊。以前我们两个在守城国际，那是段难忘的日子。是的。现在去年在北京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今年在杭州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是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一年都有，选不出来。选不出来，对我来说选不出来。还有什么？从哪一刻你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变了？我先说，从第一面开始，
这是我觉得我的情感变了，因为我跟林峰松最开始就认识了。首先我们最开始是在微信群里认识的，然后见了第一面的时候就变了，然后再一次变是林峰松，是那天首城国际林峰松亲我那一天，我觉得会有变化。哦，当时走戏的那个是吗？我忘了，对，是走戏。那天我有变化。这个都传到网上了那个。还有后面的变化是，林峰松给我买机票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有变化。还有林峰松把北京家里的密码发给我的时候，我也变化了。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诉说当时的感觉，就是一个人他会把自己家里的密码给你，就证明说，在某种意义上折射，我觉得这个人是你完全放心的。那所有的东西在家里，包括你都会是对你敞开所有心扉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我觉得让我当时有转变。然后再后来就是搬到杭州，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工作了，但还是林峰松他承担了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有。而且其实说这些，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其实我觉得重新做这部剧，林峰松能硬下来，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改变了，因为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比我要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这一路来我觉得的改变吧。我的改变呢，就第一开始的改变呢，就是拍咱们第一部那个戏的时候，就是杀青了。当时10年前的感受了，现在其实记得不清楚，但是当时感受就是很失落，就感觉要散场散伙了的感觉。因为毕竟你像后来咱俩，当时也是因为各自接工作嘛，然后虽然咱们两个还是一个系的，还在一个大学里面，但是我们都几乎不怎么回学校了。对吧？当时你不是也办休学了吗？都办了，就是我们俩就是在外面就各自拼搏着，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感觉心里有遗憾，就是这个这是一开始的改变。那后来呢，就是说做这部戏的时候，我操，怎么回事？他刚提整什么老骂脏话，就是真的让我就是感觉一下把我拉回到了10年前那种地方，感觉这个东西我要不做的话，这辈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然后后来呢，在这个戏前期筹备的那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也同时在外面一直拍戏嘛。然后北京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可1个月才回来1次，1个月回来2次。然后当时沉稳就是在家，然后我每次回去以后，家里一个非常浓厚那种生活气息，你知道吗？就感觉就不像是以前那种自己回到空房子里面一点人味没有，就每次回家里面特别有那种气息。就看他桌子上就是自己做的饭，然后剩的盘子没洗的盘子，他的外卖那袋子，那随到处扔的衣服，这种我就没有觉得乱，反而觉得哇，就感觉一下我突然就是本来很累的，天天熬大也很累，但是就是一看见这种东西，感觉非常的就是放松，
一下就松懈下来了。包括后来我们一起也跟大家直播，比如说我们一起卖包饺子，包粽子，然后煮汤圆什么这那些，其实跟你们直播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我其实就很想跟他做这种事情。哎，我就每次做这种事情就感觉我们是在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在一起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就只有这种细水长流的感觉才能让我觉得很幸福。然后最是什么？最这个情感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我们这部戏就是播完的最后那一周，我们两个去平潭，然后搞了那个烟花。我的妈呀！当时那一刻，就是跟大家直播那一刻，然后背后那个烟花放起来，然后我穿的白色礼服，他穿着黑色礼服，我的妈呀！当时我都感觉自己是不是活在梦里？但是但是我很幸福，我知足了。虽然只是个转瞬即逝，很短暂那种，但是我知足了。我人生有这样的此时此刻的经历，我觉得我非常满足了。这些。好。那天是很幸福，是吧？我都做梦还梦到那天，我的妈呀！我真的，我记得我说的，当时我下意识说的话，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还是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的妈呀！我真的。哎，是的，就是这种都藏在这种点点滴滴当中。是的，这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嘛。行，下一个吧。觉得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哪个？46。最正确的一件事。最正确的一件事。我们两个真的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直播，就已经证明了我们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了，对吧？考大学，那也很正确了，那很正确了。哎呀，学艺术，是的，最正确的是我疯狂努力的最后那3个月冲刺文化课，那个时候疯狂努力，让我考到了一个高分，能够上到了上海世界艺术学院。最正确的是我在去上海考了视觉，这是我觉得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它改变了我整个一生。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好好学习啊！这学习真的很有用的，能够让你遇到你想遇到的人，能够遇到你遇到的事儿。是的，好好学习是能够改变整个赚大钱的，改变你的命运的，能改变整个命运的。很高分，当时因为高分在上海视觉，把整个命运都改变了。你考多少分？450。对啊，上海视觉你考400以下你上不去的。高分都高分了吧？来。不是，跳了。刚跳到46了，40，刚40。会觉得自己爱太多或太少而烦恼吗？不会啊。为什么烦恼啊？为什么觉得爱多会？因为我跟他没有什么恃骄而宠啊，就是有爱大大方方的去爱就好了呀。我们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大大方方的去爱，大大方方的接受被爱，永远不要去焦虑。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都一样的，就很多这种什么，被这种亏欠式的教育，被这种什么，就这种一部分那种原生家庭的痛吧，会让你爱一个人不敢给他很多爱，怕自己被辜负。或者别人爱我的时候，你就会想他为什么这么爱我呀？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还是怎么着？就是这种想法是特别不对的。
你要知道你有爱人能力，并且你可以很好去爱人，你也有同时被爱的权利，好好的被爱，知道吗？对，就高配得感，大家就是很多人就是低配得感，包括我们以前也是，觉得自己这个配不上那个配不上，其实错了，你什么都配得上。是的。下一个吧。能关联到我们的事件是有什么？这个我真没看懂。刚刚已经说了，我觉得刚刚我改编的每一件事情那个转机就是关联我们的事件很多啊，我觉得太多了，很多，我觉得很多是。我没有想到有什么一定拿出来说跟大家，太多了。OK， 下一个。如果我对你失去了兴趣，你会怎么办？你不可能对我失去兴趣。如果你对我失去了兴趣，那就说明你好普信。你不可能对我失去兴趣的。你万一年老色衰了呢？不可能。我这点自信都没有。但我不是脸在江山在，你的脸总有一天会衰老的。但是唯独有一点它是一直存在的，就是我的人格魅力。你也没什么人格魅力吧？我靠！真的假的？我在这没有人格魅力吗？什么？有一，那我真普信了。你这么说，我看着是有一点，有的。不是你下意识你说这个话，那是啥意思？那就是没有呗。有，但我的意思你不要自己说嘛！我靠，你自己说出来就很，你让别人说，你自己说就很没公信力呀。要不自知那种感觉是吧？对呀，我靠，哪有自己说我很有什么人格魅力？好，该我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对你是失去了兴趣，你会怎么办？无所谓吧，我这么好看。你还说我不自知？你这叫你是啥呀？你自知？你不自知吗？你这无所谓吧，我还有一片人啊，无所谓吧，我还有一片森林呢。行。失去了一棵大树，我还有一片森林。哎呀，无所谓。你好牛啊你！无所谓。你好厉害呀！无所谓吧。第43问题，守护还是争取？其实很有所谓。别演了，没小马后炮啊。第43问题，守护还是争取？小孩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我既争取我又守护，这不犯毛病。守护还是争取？我不懂这什么意思？守护对方，守护你就不用选都行，就是两个都选。其实我也觉得守护和争取都行。来吧，下一个，想跟我一起尝试的事太多了。最近其实我有偷偷的在看土耳其，还有西班牙。哎，不能做热气球，很危险的。还有西班牙，西班牙好吃的特别多，地中海美食好吃的特别多。因为我刷到一个博主，他说蓝湛飞吗？不，他去西班牙吃疯了，他要。我刷到一个女博主，她说她是一个什么德国留子还是哪儿的留子，她说我认为整个欧洲的国家最好玩的是西班牙，好吃都在西班牙。对，然后我就去先去西班牙。那比如说刚刚我说想蹦极，但其实有很多事情，比如说想一起去西班牙。西班牙好吃的特别多。我看那个蓝湛飞，他就说一定要去西班牙吃他那些好吃的地中海美食。而且西班牙很热情的，他们说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当地土著很热情。西班牙签证我不知道门槛高不高呀，因为它是算申根签吧？不知道。我再继续话吧，别蹦极，我也觉得别蹦极。对啊，西班牙 local 应该有。哎，我们这边有西班牙留子吗？有西班牙留子吗？有的话打个是。却不是爱情。
有在德国的，有在新西兰的，没有在西班牙的。So， 好吧。想去新西兰也好玩，新西兰风景也很漂亮。刚好林峰松会开车，我在国外开不了车，为什么？你我没有国际驾照啊。可以换啊，你拿国内驾照换国际驾照，免费换吗？是的，他应该是承认的。文艺换要多少钱呀？哦，我想起来了，西班牙还是新西兰？不是换国际驾照多少钱？我想起来了，当时我7、8年前当时考驾照的时候，那时候很穷，然后想着要换国际驾照，但是好像被价格打退了，5000、3000，我忘了多少钱。来下一个问题，很便宜，很便宜吗？好吧，几十不可能把我打退，我当时觉得很贵啊。人家说几十万吗？那不至于吧？那不至于吧？换个驾照几十万吗？神经病啊！行，哪个了？新西兰耶。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是什么样的设定？现在设定就是最好的呀。如果有一个选择，我希望就是，我希望就是，林峰松是一个流落于红尘之地的一个戏子，然后我有一天然后我有一天去看戏，一眼相中了他，我就每天去看他点他，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玩物，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喜欢上了我，然后我就很厌烦他，把他丢掉，然后突然丢掉之后发现原来我也是喜欢上他的。好土啊，好土的剧情。我比较喜欢旧风尘吧。我想想啊，就是我本来是个左卫，然后后来我为爱当零，这个很追妻火葬场啊。我是这么设定的，我想这样设定啊，我重生了，但是我拥有这一辈的记忆，但他没有，他不认识我。然后呢，我长了一副全球排行第一的面容，就全球第一无可厚非那种帅到爆炸，就是男的女的看上我就绝对会爱上我。然后我的这个帅的这个程度到哪儿呢？就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我可以通过我这张帅脸，可以去换取无限的财富，无限的权利，我什么都有，谁都愿意跟我换，因为我世界上就只有我这张脸。然后呢？然后我有这上一辈的记忆嘛，然后我就故意找到他。他一看，原来是林峰松来找我，这个全球第一帅、排行第一帅的男人来找到我，但他不知道我上辈子我俩的事情。然后我这时候我就直接上来给他一个大的，就是跟我在一起吧，并且就是公布全球这个消息，公布全球全宇宙都知道我俩在一起。然后他又激动到晕厥，然后进那个 CPU。是 CPU 吧？你这故事一点不好。你听我说完呀。然后是 CPU 吧？CPU 不是电脑的那个吗？ICU。怎么弹幕上还有人说 CIU 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靠，一天天的。不是那个 emergency。对不起，那个我笑出来了，我的妈！然后呢？然后进了 CPU， 然后你就晕厥了，然后你就醒来了以后，我就开始不断的调教你，因为你为了跟我在一起，你只能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每天把你关到房间里面，就各种调教你，让你慢慢的被我奴隶化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让我心里就很爽，然后就慢慢调教，然后后来你就是那种慢慢你被我调教，你反而就是越来越爱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越来越爱我，然后爱的我不能自拔。然后这个时候
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让你心里成为永远一辈子无法抹去的痛，狠狠在你心里有我这个人的烙印，从此跟着你一辈子、2辈子、3辈子、4辈子，完美。好，我作为一个读者来改写这个故事，你重生了，你带着这辈子的记忆，我没有这个记忆，然后我带着记忆，你没有这记忆。对，你重生了，你带着这辈子的记忆，但我没有啊，我还是从零开始啊。然后呢，你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甚至来说可能比上辈子可能丑了很多，我要知道你放什么屁了，感觉甚至可能丑了很多，但是你可能有点小钱或者没有钱。在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节点，比如说我回去念书，我回重庆念书，当时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是你一步步推向了我。或者说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你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会觉得你莫名的熟悉，一步一步的经过了很多故事，我又和你在了一起。你这个太老套了，很不老套。这种剧我都看过很多遍。你要相信我，林柏松，你还莫名现在我就为我证明，我跟你说，我喜欢的不是你的很多剧的看都是，这个人身上的味道怎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人的脸，我喜欢的不是你的皮囊，我喜欢的是你的灵魂。太土了，我的妈呀！不土，我很虐，抛开脸不谈。你这有我这个虐，很虐，抛开脸不谈。行吧，下一个问题吧。觉得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这也回答过了。在这段感情中，你最满意的是？太多了。这太多了。我对你的意义，前面也回答过了。最浪漫的事也回答过了。你最喜欢的表达爱的方式也回答过了呀。大大方方去爱就好了呀。什么时候让你觉得遇到我真是太好了？我也回答过了。我也回答过了吗？回答了呀。好，最后一个问题，努力向我表达爱吧。行为情话。这怎么表达？没听懂。就是努力向我表达爱吗？还是我向你努力表达爱？哦，这是我表达爱意。我说 case 以后大白都就看不见我们了啊！你吓我一跳啊！是爱。我要上厕所。52问了。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小孩子才知，小孩子才只会这种，像这种成年人就得这种吸溜才行，就得会缩了会果。什么鬼？只是雨花。你要6问还没答，第6题我没答，什么意思啊？第六问是什么？第6问是出于什么契机觉得非要和我在一起不可？我没答吗？那就是出于什么契机觉得非要跟他在一起不可呗？什么契机？没有什么契机，就是一种感觉呀，就很对的感觉呀。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什么都经历过以后呢，这种感觉如果还很对的话，
那就是跟他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呀，就要跟他非得在一起不可呀。细说太多事儿了，他给我这种感觉太多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他不是一两件事儿，太多了。哎，我喝特多苏打水，我也得上卫生间。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原来不想依赖，爱上了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彼此澎湃。相思结于云外。1个小时了，允许一下上个厕所吧。我说把门关上，不然有声音。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怀，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那个舞叫什么呀？就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哎，我看那个，我看我保存了没有？爱只是爱，我没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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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俄语歌叫什么？对，就这个。空个场。Дарю тебе балладу, чтоб стали водопадом. Все эти слезы, знаешь, мн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Париж и Монако, неважно, но однако. Скажи, зачем тебе нужна? 是这个吧？ Сердце нас где тебя найти, если я потерян в омуте? Дальше мне войти, я не свой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Сердце назови моим именем, зонт кроет ливень. Но не с тобой, не с тобой. Где тебя найти, если я потерян в омуте? Дальше мне войти, я не свой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Сердце назови моим именем, зонт кроет ливень. Но не с тобой, не с тобой. 最近想录这个，等我再练一练。骚了轰的一篇，很好看，给你跳给你看。林峰在的话，我应该就没那么尴尬了。看我能不能记住啊？来展示吧。тебя найти, если я потерян в омуте? Дальше мне войти, я не свой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Сердце назови моим именем,
Сон кроет ливень, но не с тобой, не с тобой. Где тебя найти, если я потерян в омуте? Дальше мне войти, я не свой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你要是让羊去洗澡啊，好好练，好好练一练的我。 Сон кроет ливень, но не с тобой, не с тобой. Дарю тебе балладу, чтоб стали водопадом. 等我好好练一练。 谁口语溜了？ Париж или Монако, неважно, но однако скажи, зачем тебе нужна моя душа, чтобы горела неистово. 哎，行了，我下播吧。喜欢哪个球队？我哎，肯定是不能说我这个。哦，好吧。拜拜喽，大家。这歌好骚啊！忍不了了，下播了，忍不了了。期待我们的周中掉落吧。拜拜喽。 拜拜。